我本是一个苦命打工人，却没想到起床撒尿时看到有人在装牛头马面吓人。见此情形，我跳起来就给了他们两人哐哐两下，就被他们选入地府干兼职，还顺道考了个编上岸，成功抱上了铁饭碗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吓唬谁呢？你能看见我们？这不是废话吗？路灯虽然不是很亮，但我又不是瞎子，当然能看见你们。呵呵，有点意思。三人并没有搭话，而是提起了脚步，自顾自往前走了。没礼貌！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这样？陈毅也懒得热脸贴冷屁股，转身回了屋躺着，想着这几天该怎么玩，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梦里，陈毅来到了一个灯光昏暗的办公室，四处散发着幽光，却又看不到尽头。陈毅准备翻开一本文件看看，背后突然出现到熟悉的声音：“小子，别碰！”哎，熟人嘛，这不是？行，你们说别碰就别碰。虽然昨天他们对自己爱答不理，但今天也没让他们高攀不起。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本少爷难得和你们计较。兄弟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我们本来就在这儿啊。小子，你不觉得冷吗？不冷啊，这大夏天的，你俩干嘛一直小子小子的？咱们应该差不多大吧？哼，我们已经几千岁了，上来就敢跟我俩称兄道弟的，你是第一个。这俩货怕不是 cosplay 里玩多了魔怔了。你几千岁，那老子还上万岁了，笑死！你小子这是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我们查过了，你叫陈毅，今年23岁，生平没做过什么坏事，还有点善心，救治小动物，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拾金不昧，也算是个好人。行，我不装了，摊牌了，在下确实是个大好人。我们这次找你来呢，就是想和你聊聊，有没有兴趣到我们这儿工作？工作？我已经找到工作了呀。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兼职。兼职可以，工资怎么算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工资你放心，肯定不会亏待了你。别整这些没用的，你就说一个月多少吧，不说清楚我可不干。我们这了工资是1年结一次的，你想要多少？这不会让我去拔腰子。既然你们是论年薪，那我就要个30万吧。30万人民币？当然是人民币喽，不然还能是什么？那你等一下，我现在去跟判官大人申请。演得还挺逼真。陈毅，判官大人同意了，你明天开始就过来兼职吧。那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呀？也是 cosplay 吗？不过我可先说好，得让我扮点帅气的角色，比如李寻欢。陈毅看见他们俩好像想说什么，但只能看见开合的嘴唇，却听不见声音了。一阵白光闪过，所有场景快速后退，消失不见。睁开眼，原来已经天亮了。醒过来后，陈毅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回忆着刚才那个梦。哈，真有意思。年薪30万，自己一个月薪4000的搬砖狗也是真敢蒙啊！你个瓜娃子，啷个这么能睡？叫了你多少遍了也不应。咋了吗？现在还早啊。你娃上辈子肯定是个睡神，外面敲锣打鼓那么久都没把你弄醒。哪里在敲锣打鼓？隔壁啊，你刘婶没了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昨天回来都还和刘婶打招呼了。哎，谁说不是？昨天人还好好的，听说是脑出血，睡梦中走的。桌上给你放了碗抄手，赶快吃了，免得坨了。你爸爸已经去他们家帮忙了，你吃了也过去搭把手。刘婶的家在隔壁不远，陈毅吃完饭就赶了过去，只看见到处挂着白布，灵堂已经布置好了，就快要到刘婶下葬的时间。许多和刘婶关系不错的人都陆陆续续走到棺材旁告别。你不去看一眼？这有啥好看的？吃太饱了。刘婶好歹也是看这你长大的，小时候也经常给你吃糖，这一眼也是最后一眼了。于是陈毅也跟着别人凑到棺材旁，朝里面看去，只见刘婶穿着寿衣，面色苍白的躺在里面，好像睡着了一样。怎么披头散发的呢？他家里人也不给他叔叔。正在胡思乱想间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是刘婶的女儿吴倩倩赶回来。吴倩倩抹着眼泪，陈毅赶紧往后撤了2步，给她让出位置来。后面的事情陈毅就不想参与了，就回了自己家，准备睡个午觉。但眼睛一闭上，刘婶最后的遗容就出现在自己脑子里面。刘婶和昨天晚上在家门口看到被链子锁住的那个人很像，连寿衣都是相同的。那3个人不过是玩 cosplay 而已，肯定是巧合，绝对是巧合。等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3点了，还没起身就听见外面传来爸妈的聊天声，看来他们是帮完忙回来休息了。嘿，你说怪不怪？想尽办法他都不闭眼。妈，你刚才在说什么？你走早了没看见？吴建琴哭得伤心，刘婶眼睛一下就睁开了，死不瞑目呀。只因我起床窝尿时，就见有人装牛头马面吓唬人，气不过的我上去哐哐就给了他们2下，却没想到这俩货竟是本尊，非要将我带回地府给他们打工，年薪30万，而我以为这是要打我腰子。就见隔壁刘婶子昨夜死了，瞳孔睁开，死不瞑目呀。那后来到底咋闭上的？还不是那个算日子的道士呀，他喊你刘婶娘家的兄弟在他耳边说了几句，他眼睛才自己闭上了。他女儿说了不管用，她老公说了也没得用，娘家兄弟说了就有用了。哪个说不是吗？你刘婶啊，最是相信娘家人，非要亲耳听到他兄弟会照顾他玩才肯安心。聊着聊着，时间已经4点半了，就过去吃饭。妈，我肚子不舒服，
就在家吃点清淡的算了。老妈听儿子说不舒服，立刻找出来几颗泻立停，交代儿子吃掉，才和老爸一起过去。陈毅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，眼睛再次睁开的时候，又是那个散发着幽光的办公室。怎么回事？没做完的梦隔天还能续，搁这儿续杯呢？两个兄弟，你们咋又在？你第一天上班，我们必须得在啊，带你熟悉熟悉环境。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，你就在这儿办公。对了，你只能在这个区域办公，别的地方不能去，你也去不了。OJK， 让我看看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。方德品，2003年1月22日卒于香生新县，魂魄不肯入轮回。人家不肯入轮回，关我什么事？你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怨气消散，重入轮回。因为执念深重的人会长流时间，影响普通人的正常生活。挺专业的嘛，故事情节都安排的有模有样的。你们呀，太有职业精神了。我隔壁刘婶去世了，你们真应该去的。我们去了，你当时还跟我们打招呼来着。去个锤子，自己就在现场，怎么没看见你们？两位兄弟，你们没和我开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不去怎么把他的魂魄带走？你不是也看见他的魂魄了吗？敢问二位兄弟的名号？太久了，我都已经忘记本名了。不过是人都叫我们牛头马面。两位大哥，我是不是死了？嘿嘿，你没死，你只是魂魄下地府了。就是你睡着了，魂魄下来地府工作，等到天亮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能回去就好。看来你是还没有做好准备，也是我们没给你说清楚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如果你想通了要回来，我3下这个红绳就能回到这了。这梦境也太逼真了。起身准备去倒杯水喝，拿起杯子，自己右手上竟然明晃晃的系着根红绳。妈蛋，那真的不是梦。让你嘴贱，让你搭话，让你社交牛仔裤，逃是逃不掉了。去和两位大哥商量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放过自己。小子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两位大人好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希望两位大人不要和我计较。回去一趟怎么像变了个人，不叫我们兄弟了？不敢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再也不敢了。为什么不敢？我倒是觉得很好，已经很多年没人这样叫我们了。对了，你准备好开始干活了吗？那个牛头大哥、马面大哥，我觉得以我的能力不能胜任这里的工作，要不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小兄弟，你既然能看见我们，且来到地府也不觉得阴冷，就已经说明你能力非凡了。对，而且我们已经把你的名字上报给判官大人，现在要打退堂鼓可不行了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呢？我真的觉得我不行。你看见我们还和我们打了招呼，这就是缘分。放心，你肯定行。牛哥、马哥，你们在千千万万人之中只选中了我，难道因为我是天选之人？我使命是不是拯救世界？哈哈哈，恁小子，快别做梦了！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像你这样为我们地府办事的人，不然你以为地府的传说是怎么流传出去的？还拯救世界，你能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好就不错了。对了，两位大哥，在这里兼职会不会影响我在上面的正常生活？对我身体会不会有影响？你是睡着之后魂魄入地府做事的，对你阳间的身体非但没有半点影响，还会滋养你的魂魄力。那工作时间是多久呢？有没得休息？按阳间的时间算，是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，实在有事可以请假。哎呀，还是8小时工作制，阴间也是有人文关怀的嘛。休息是没有的，你每天都得下来做事，反正身体已经在休息了。妈蛋的，全年无休啊，比打工牛马还要牛马，这绝对是压榨。休息虽然没有嘛，但可以先给你发工资，1年的。可以先发1年的工资。撤回那句话，这哪是压榨呀，这是福报啊！好人一生平安。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呀？现在吗？不会是烧的那种币吧？你小子想什么呢？给你的当然是你们阳间用的软妹币。这样吧，明天你随便找一家彩票店就行了。大哥，您没在和我开玩笑吧？哥哥，我没和你开玩笑，明天你去了就知道了。今天你就不用干活了，当熟悉环境了。两位大哥真是太善解人意了，弟弟十分感动，回去就给您2位安排上金元宝，请你们喝喝茶。你小子听上道啊，以后肯定前途无量，哥哥看好你。陈毅赶紧起身去验证30万年薪的事。经过半小时的公交办，陈毅终于来到了彩票店。要是没有中奖，就证明他们骗人，那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推掉这份工作了。老板瞟了来人一眼，继续闭上了眼。陈毅站在柜台，选出了一张了红色封面的刮刮乐。第2排没有，第3排也没有，老子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事。玩我是吧？行，回去就把你烧了。刮到最后一排，只因我起床窝尿时，牛头马面非要将我带回地府给他们打工，而工作内容则是帮助亡魂入地府。我本想拒绝，但他们说年薪30万，付款方式则是让我去彩票店刮2张。天生打工命的我果断同意，便入地府和牛头马面做起了好同事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
于是陈毅马上就打了个车，直奔市里的彩票中心。兑完奖后，陈毅便回了家，躺在床上开始疯狂购买家具、电视、空调，统统下单。弄完一切之后，陈毅开始了他的秒睡大法。没过多会儿，陈毅就置身于熟悉的工作场地了，四周依旧是散发着幽光，但不同的是，这次牛哥马哥都不在。嗨，他们这种人物，估计每天事情多得很，哪有功夫理自己这小卡拉咪啊？陈毅也不是个墨迹的人，打开资料就准备开始工作。方德品，其被人谋死，属横尸，怨气深重。我靠，2003年死的，距今都10几年了，怨气能不重吗？陈毅手指在文件上面轻轻的摩挲，刚好覆盖在方德品的名字上。突然，眼前的景象一变，什么玩意？学校操场，把自己弄这里来干啥？怀念9年义务教育的美好时光吗？陈毅沿着操场走了一会儿，想碰碰运气，就见操场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个人。陈毅赶紧快步上前，兄弟，请问这是哪里啊？那人低着头，并没有理会，看这样子是心情不好啊。但陈毅急于弄清情况，只得厚着脸皮继续问：兄弟，麻烦你告诉我这事啊，我问完就走，绝对不烦你。这恐怕不是人了，不会是方德品吧？请问你是方大哥吗？我是。那个，我是来劝你投胎的。我知道你是被人害死的，但你一直盘桓人间也不行，不如跟我走吧。跟你走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？我的尸体至今还埋在这操场下面，家人连我在哪都不知道。而害我的人升官发财，家庭美满，我怎么可能跟你走？呵呵，投胎不如我先送你去投胎吧。我来劝你投胎，你却要倒反天罡，怎么办？对了，手腕上的红绳。想起之前牛哥说的，想回到地府办公室就摸3下，陈毅赶紧快速的摸了3下。回到了眼前熟悉的办公桌，陈毅正大口喘气时，发现身边似乎多了2人，扭头一看，正是牛头和马面，他们俩正一脸笑意的看着自己。妈蛋的，自己差点来了，他们还笑。牛哥马哥，弟弟我被你们害惨了，差点就回不来了，真是服了，你们也没告诉我这工作这么危险啊。小子，你这不是安全回来了吗？哥哥送你的红绳还好用。我们呀是过来叮嘱你一些注意事项的，但没想到你这么勤快，我们到的时候你已经搁下了。勤快也不行，想做一个优秀的打工人也有错喽。都有些什么注意事项？首先呢，就是这红绳，对付那些横死的魂魄、不好说话的，红绳可以保你的命。其次就是这文件，你把手放在他们的名字上，就能马上出现在被害者魂魄身边。原来如此。桌上有一支笔，你用笔尖点在他们的名字上，就能知道他们生前的一切。牛哥，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弟弟也不会这么狼狈了。你是不知道，那方德品问我知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我还真答不上来。现在知道也不晚，来日方长吧。这支笔名叫通灵笔，还有一个作用，可以让魂魄托梦，时间为1刻钟。哇靠，这么神奇，那我该怎么用它？通灵笔碰到魂魄，自然就能把他们送到亲人的梦境里。溜啊，这也太秀了。叮嘱完这些，牛头马面就走了。陈毅站起来送他们。不用送了，你自己先摸索着办。对了，返回阳间之后，可以多念念金光神咒，可以让那些冤魂没法接近你。金光神咒，道教的咒语啊！自己在地府工作，念道教的咒语，这样可以吗？牛头马面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陈毅坐回椅子上，按照牛哥说的，拿起通灵笔，笔尖轻轻点在方德品的名字上。只见婴儿时期的方德品咕咕落地，而后慢慢长大，儿女双全，每天工作之余就是在家陪老婆孩子。很快来到了方德品53岁这年。在监督的某学校操场工程质量不合格，他拒绝签字并向县里举报。这一操作惹怒了包工头杜少平。一天，方德品来到办公室喝了一口水，便倒在地上离开了人世。随后被杜少平将其永远埋在了学校操场的跑道下。方德品的妻子报案，警方也大力寻找，但终是一无所获。尸体一日日腐烂，怨气也随着时间越来越重。画面终止，眼前的一切消散不见。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啊，竟然光天化日被同事就这样谋杀了。陈毅站起身来，慢慢踱步。要是直接报案，手里没有证据啊，该怎么帮助他呢？左思右想间，一阵白光闪过，陈毅睁开眼，天亮了。腰围，面煮好了，起来吃面。妈，你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？我都这么大个人了。你全身上下我哪没见过？小时候尿片片我给你洗少了，现在跟我扯这些。吃完面后，陈毅把碗洗好了，家里就剩自己一个人了，便回来房间。跟你走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？我的尸体至今还埋在这操场下面，家人连我在哪都不知道，而害我的人升官发财，家庭美满，我怎么跟你走？根据以上可以得出结论，方德品的诉求就2个，一个是让家人知道他在哪，另一个就是把凶手绳之以法。今晚再去见方德品一面，引导他入亲人的梦境，将他的埋尸地点和害他的人都和亲人说清楚，再由亲人去报案，这样就水到渠成了。
陈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生在吗？在，你哪位？我这边是京西一城店，你购买的空调和电视到了。陈毅起来飞奔到门口，两个师傅正在卸货，等所有电器装好，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。爸妈他们也正好回来了。爷，腰围，你当真买大电视了呀？我儿办事确实快。心情不错的老妈晚饭直接做了一桌子陈毅爱的吃的菜。吃完饭后，陈毅就回了自己房间。今晚再去见方德品一次，必须把他那事给解决喽。陈毅直接往床上一躺，一闭眼，再次睁开眼，已经到了熟悉的工位，打开记载着德品资料的文件，左手拿起通灵笔，右手轻轻放在方德品名字上。走你！方大哥，你好啊，我又来了。你竟然还敢来！我只是叫了牛头马面一声好大哥，他们就将我带入地府打起了零工，一天工作8小时，年薪30万，做得好还可以地府转正考编。可没曾想到，第一天上班就是个大冤案。死者方德品是某学校工程监工，因为不满包工头偷工减料捞钱，决定将此事告发，却惨遭包工头报复横死，最终被埋尸操场。心有不甘的他怨气深重，迟迟不肯入轮回，于是劝他入地府投胎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我肩上。真是醉了，上来就开大招，不讲武德呀！方大哥，你先听我说呀，我这次来是帮你的。我知道你是来帮我的，帮我投胎。妈蛋的，这死鬼脾气也太冲了，好歹听人家说完啊！陈毅开始念刚才的心经神咒，希望有用吧，不然今天很有可能要交代在这儿。道爷们保佑啊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金色的微光出现在陈毅四周，不偏不倚，刚好把黑色雾气隔绝在了身体之外，让他们无法触碰到自己。嘿嘿，真的有用啊！牛哥诚不欺我。小子这么凶干嘛？又不是我把你害死的。方大哥，我这次来是真的要帮你。陈毅把手中的通灵笔举起来晃了晃，方德品的眼神瞬间被这毛笔吸引。方大哥，这支毛笔是我从地府办事处带来的，它可以让你进入你亲人的梦境，也就是给他们托梦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可以让我给亲人托梦？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太冲动，误会你了。能理解，能理解。现在呢，我准备带你入梦，你把你的冤屈告诉你的亲人，让他们来找出你的尸体，替你伸冤，可好？好。陈毅周身的微微金光也慢慢消散，拿起通灵笔朝他点去，笔尖触碰到他魂魄的一瞬间，天旋地转，便来到了另一个环境。爸爸，你这些年去哪里了呀？我和妈妈好想你呀。玲玲，你听爸爸说，爸爸接下来的话你一定要记住，爸爸是被杜少平害死的，尸体就埋在学校的操场下面。你醒了之后，记得帮爸爸讨回公道，不要放过害爸爸的人。爸爸，我们猜你也是被害了，这些年来一直在奔走，可是丝毫没有结果。如果在你们当地没有结果，可以试试向中央扫黑除恶组写举报信。玲玲听不见看不见陈毅，只得由方德平转述。爸爸，你放心，我全部记住了。说完这些，四周的景色逐渐变淡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消失不见。玲玲，告诉你妈妈，我很想她。这些年是我对不住你们了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呀。梦境的一切消散之后，两人便回到了那个操场。小哥，多谢你，我多年的愿望总算可以实现了。方大哥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应该的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那个，你愿意跟我走了吗？现在不行，还要再等等，等我的尸骨被挖出，等家人把我安葬，等凶手得到惩罚。10几年的时间都过去了，也不差再等些时候。于是陈毅和他道别，摸了摸手腕上的红绳，回到了地府的工位上。刚刚坐下，眼前就出现了一颗硕大的牛头。牛哥，你来了。小子，通灵笔好用吧？好用，好用，竟然把我都带入梦里了，真的很神奇。好用就行，我就是来看你一眼，没事我就去忙了。牛哥，等等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下你。方德品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给自己亲人托梦告诉他们事情啊？早说不早就解决了。你以为这梦是想托就能托的？横死之人怨气深重，除非嫁了人找了道士做法，否则是入不了亲人梦境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呢。牛哥走了之后，陈毅又随手拿起旁边的一个卷轴看了起来。这不看还好，一看则是吓一跳，因为这竟是一家7口同时横死，无一幸免的惨案。天哪，一家7口全都死了，这也太惨了！到底是多大仇，能把人全家都给杀了？陈毅擦了擦灵魂状态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水，不知做了多久，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小子，你发什么呆呢？”牛哥，你说这世间真的存在因果报应吗？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无论是现世报或是来世报，都一定会报的。那些大奸大恶的人死了之后是什么下场呢？他们还会投胎做人吗？投胎按照所犯罪行一一论处才是。你以为18层地狱是摆设？真的有18层地狱啊？那传说中拔舌头下油锅也是真的喽？
废话，这些是在阳间也流传几千年了，你以为是空穴来风吗？好家伙，原来18层地狱都是真的，那些坏事做尽的人，真应该让他们各种酷刑都来一遍，不是来一遍。好好工作，有时间哥哥会带你去长长见识。陈毅一抬头，发现牛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幽暗的办公室又只剩下他一人，看着桌上那卷记载着无数人死亡的卷轴，陈毅思索再三，终是拿起了通灵笔。他想看看这一家七口究竟是干了什么，竟要被该死的凶手残忍杀害。凶手最后又有没有被绳之以法？答案下集见分晓。深渊了，深渊了！未被灭满门的一家七口深渊了。可明明凶手早已被绳之以法，死者一家却迟迟不肯入轮回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下一秒，画面来到死者张友被杀害的当天，两个蒙面歹徒出现在他们家门口，将张友一家七口全部杀害，就连他们只有几岁的小女儿也被歹徒将其玷污。这究竟是有多大的仇恨？可事实是他们无冤无仇，只是简单的入室抢劫，却只在屋内翻出仅存的几百块钱。他妈的，就这么几百块钱，还不够我们分呢！这时天上的乌云逐渐散开，一束月光洒在这座充满鲜血的房间里。陈毅连忙摸了3下手腕上的红绳。这歹徒好像在哪见过，从没去过，按道理不可能见过呀？难道？陈毅连忙摸了3下手腕上的红绳，再次睁眼，已经回到了房间里。他立刻拿出手机开始搜，豫省鲁宁市一家7口被灭门，杀人狂魔变狂，跨省作案33起，连杀41人。难怪看着这么眼熟，原来是以前震惊全国的特大新闻。几个歹徒的贱命怎么抵得过被杀的41人？希望这些歹徒都滚去18层地狱。看了眼时间，凌晨3点05，陈毅连忙躺回床上，回到地府的桌案前，拿起卷轴点在了张友名字上。陈毅来到了张友废品回收站，角落里有4大3小7个身影蜷缩在一起，身上笼罩着一层阴气。张友，张友，你们已经死了很多年了，为什么不去投胎呢？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投胎啊！我们一家好像不能离开这里。张友向外走来，但好像被一个无形的怪圈拦住，让他无法走出那个角落。张友，你知道吗？杀害你们的凶手卞况和同伙，很多年前就被抓住枪决了。话音刚落，剩下的6个身影同时抬头看了过来。真的吗？他们真的死了吗？真的，他们现在正在阴曹地府日复一日的炸油锅呢，你们可以放下了。听到这句话，张友一家7口身上为数不多的阴气渐渐消散，突然一道散发着白色光芒的大门出现在他们身后。谢谢你，我们该走了。这难道就是通往投胎之路的门？张友带着一家老小就准备朝他走去，其中的一个小女孩用稚嫩的声音问道：哥哥，那个坏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呀？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？我也还是个小朋友啊，他们为什么要玷污我？这不是你们的错，是坏人丧心病狂，他们会被千刀万剐的。张友一家全部走进那道门后，发光的门也随之消失不见。陈毅摸了3下红绳，再次回到了地府。陈毅，哥哥们没看错你，果然是个踏实办事的。马哥，这怎么说？你一次读懂了一家7口，这次办得很不错。哥哥们会在判官面前帮你说好话的，到时候给你申请点奖励也不是不行。2位大哥，那个奖励是什么呀？你这回啊，可算是给哥哥们长脸了。才来几天就度化了7个魂魄，不像之前叫来的那些人，尽是磨洋工的啊！在我之前这个岗位还有很多人。你这个位置和鬼差一个级别，一直有很多人。刘哥，说到级别，能不能给我详细讲讲呀？毕竟我是阳间的人，对地府的官职不是很了解，万一哪天遇到个大佬，别给你们丢人才好。你这个位置也就和鬼差一兵差不多，你上面呢就是我们哥俩，还有黑白无常和其他几个阴帅，世人称我们为10大阴帅。我们上面还有公曹司、判官司、阴曹司、轮回司，至于10殿阎罗和更高的存在，你就没必要知道了，反正你也见不到。啥玩意？豹尾鸟嘴鱼腮黄蜂，确定不是在搞笑？豹尾他们4个是专居飞禽走兽的魂魄的，所以人间关于他们的传说不多，你不知道也正常。马哥，我之前见到张友一家的时候，他们好像被束缚在一个看不见的圈子里，他们走不出这个圈子，全部缩成一团待在里面。这个圈子是你们弄的吗？我们要是有那时间，直接就读了，还能留他们这么久干啥？以哥哥多年的经验看，应该是他们自身被杀的恐惧和善良，使得他们画地为牢。不仅他们走不出来，别人也不能进去，既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别人。行了，你也别伤感了，他们一家子下辈子会有个好结局的。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吧，不用等到天亮了。送完牛哥马哥，陈毅摸了3下手上的红绳，回到了自己房间。陈毅又闭上眼，享受着为数不多身体与灵魂一同放松的安逸的时刻，就睡着了。梦里，一个公园中，远远的就看到张友一家正带着3个小朋友在荡秋千。陈毅快步朝他们走过去。哥哥，你来啦！哥哥，谢谢你，我们就要去过好日子啦。你没骗我，我们看见那些坏人啦，他们现在每天在受刑呢。陈毅正想说些什么，张友夫妻却对自己挥了挥手，画面开始慢慢消散。
睁开眼，这么大的弯了，喊半天喊不起来，面都要坨了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马上就来。刚才是在做梦吗？那真的是梦吗？吃完饭，陈毅为了不让爸妈怀疑自己在努力赚大钱，便去了一家美发店。洗剪还是烫头？又剪又烫。陈毅，你娃好久回来的了？回来没几天，这不马上就来看你喽。算你妈孝顺，还晓得来看爸爸。对呀，我来看我腰。是这样的，我准备在家里发展了。荣城有个朋友准备教我做代练，我怕我妈老汉不放心，说是和你一起做的。放心，到时候你爸妈要是问我，分分钟给你打好掩护。陈毅和他聊完之后，叫上了另外几个兄弟，便一起去干饭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突然想起了说好的给牛哥马哥的金元宝，便去买了2袋子金元宝，找了个阴凉的偏僻地方，就把金元宝通通烧掉。牛头马面大哥，弟弟给你们送金元宝了，记得收哈。烧到一半的时候，陈毅觉得不保险，因为牛头马面不过是世人给他们的称呼罢了，万一自己烧的金元宝被别的鬼给抢了或者没到账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啊。有了，找度娘。很快答案就被搜了出来。牛头大哥叫阿棒，马面大哥叫罗刹。阿棒大哥，罗刹大哥，弟弟给你们送金元宝了，记得收哈。回到家后，陈毅躺在床上闭眼，来到工位上的陈毅拿起卷轴。李萌，女，2015年2月27日卒于粤省徐州，死于恋爱脑。陈毅将手指轻轻放在他的名字上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了一间小小的房子里。看样子李萌的怨气不小啊。李萌，你在吗？房间里依旧是寂静一片。这时，陈毅突然觉得脖子上有什么东西，伸手一摸，竟然是一缕头发，僵硬的把头慢慢抬起，只看见李萌倒挂在天花板上，长长的头发垂落，正阴恻恻的看着自己。诡异了，诡异了！被渣男杀死的女诡异出来吓人了。可她明明知道渣男已经死了，却不肯去地府入轮回，只为在阳间多杀几个坏男人。你会是她的下一个目标吗？靠，不会吧？整这死出，这可是在国内，可不行搞贞子那套哈。李萌，你先下来，这样挂着可不好看了，美女得注意形象啊。长得还算不错，你是道士吗？我不是道士，我是地府过来的。那你是想带我走喽？我知道你有怨气，好好谈个恋爱却遇到了渣男，不过渣男也没能逃掉，他呀早就被枪毙了，你的仇也算报了。那年李萌遇到了一个让她深爱却又把她害死的男人。吕良是个有妇之夫，整天游手好闲，靠借高利贷维持生活的烂人。李萌对此毫不知情。两人在一起后没多久，李萌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2015年2月27日，李萌约吕良在出租屋见面，向他说明自己已经怀孕的事。哪知吕良知道这件事后，不仅没有表现得很惊喜，反而夺过 B 超单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里。后又抄起啤酒瓶将李萌打晕过去，然后将李萌勒死。事后，吕良还把李萌支付宝里钱转到了自己卡里，还把他手机也拿去卖了，用来还债。接到报案后，民警只用了5小时就抓住了凶手。哼，我知道他死了，我家里人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包括他欠了很多钱，而且有老婆。那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因为我不想走呀，凭什么只能别人杀我，不能我杀别人呢？我在这里这么多年，就是想杀几个男人再走，可惜了，这些年住进来的都是本本分分的女孩子。李萌，你这个想法可要不得，你本来已经无辜横死了，何必再去背上不相干的人命呢？这世上就没一个好男人，我就是要让他们也尝尝我死之前的滋味。哎，这个锅我们其他男人可不背哈。李萌，你冷静一点，不是所有男人都像吕良一样的，世上还是好男人多，只是你没遇到而已。不过你放心，下辈子还有机会的。这世上还有好男人，你是那个好男人吗？当然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就留下来陪我吧。说话间，无数的长长的黑发从四面八方袭来，似乎想把陈毅活活的裹成个粽子。我你妈！陈毅下意识的后退了2步，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，扭头一看，竟然是个很小的小鬼，正冲着自己咧嘴。哇这差点忘记了，李萌可是一尸2命了，这也太吓人了。电光火石间，发丝已经冲到了自己面前。房间里铺天盖地的头发还在飘扬，身后的小鬼也虎视眈眈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破罩子能坚持多久。大姐，别说你了，看来今天是不可能把他劝走了。既然如此，咱还是老老实实一剑回城吧。下一秒，陈毅就回到了熟悉的工位。总算安全了。今天这鬼可比之前遇到的凶太多了，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啊！遇上一个渣男就否定所有男人，还要拖其他无辜的男人一起死，可怕可怕！女人真可怕，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女人。李萌这是自己肯定是处理不了了，看来还得请牛哥他们帮忙才行。陈毅看着海藻，便又拿起了桌上的卷轴，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名字——江婷婷。2016年11月3猝死于扶桑东市。这不是之前在网上见过的留学生遇害案吗？他还没去投胎，还盘桓在人间啊！
也是，谁遇上这样的事，谁能不恨呢？陈毅回忆了一下之前从网络报道上知道的讯息。闺蜜刘雨欣和前男友发生争执，刘雨欣为躲避纠缠，借宿在闺蜜江婷婷家。11月3日，刘雨欣、江婷婷先后回到住处，性格狂躁狠辣的前男友早已躲藏在暗处。刘雨欣先一步回到家中，而江婷婷却因为刘雨欣关上了大门，被其前男友一刀捅死在自己家门口。凶手陈世峰后来被警方捉拿归案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但刘雨欣却没有丝毫愧意，依旧吃喝玩乐，生活得十分潇洒。江婷婷妈妈只有这一个爱女，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？总要知道自己女儿为什么死吧。于是找刘雨欣询问事发时的细节。刘雨欣称她不是故意关上大门的，是不知道为什么门就是打不开了。而江婷婷妈妈不信，只得上网求助。这时事件已经发酵，全网声讨刘雨欣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，但刘雨欣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。一阵白光闪过，陈毅从床上醒来，天亮了。既然江婷婷还在人间徘徊，那肯定也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了。自己舍命救下的闺蜜，却污蔑自己，辱骂攻击自己妈妈，她该是何等绝望啊！耀文出来吃包子了，还给你买了油条。妈，今天不吃面了。今天你爸爸发工资了，我也偷个懒，买个现成的。等陈毅早饭吃好，爸妈也要出门了，是去帮舅舅家收稻子。陈毅也想去，却被老妈拒绝了。于是陈毅只能舒舒服服地待在家打游戏。陈毅一看是新闻推送，某学校操场挖出一具男尸，陈峰多年案告破。操场男尸第4集冤死的方德平尸体被找到了。方德平女儿真的向中央实名举报了，而中央接到举报后也很重视，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很快展开了行动，并且顺藤摸瓜抓住了凶手。案子破了就好，方德平自己也终于解脱了。爸妈不在家，陈毅也懒得做饭，便上街来到了在母校门口的小吃店，买了份小吃。一回头却遇到了一个让他曾经面红炽热的人。靠，不是吧？这么狗血吗？站着一个无数次出现在自己心底的那个人，初恋张颖。他认不出来，他认不出来。陈毅，哇，赢球了！咦，张颖，好巧哦，老同学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没太大变化，不然我都怕认错了。你比以前更漂亮了。没想到你比以前会说话了。一阵寒暄过后，陈毅也念念不舍地和初恋告别。看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，陈毅终于平复了心情。回到家后就直接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，随后便来到地府办公室，再次拿起卷轴处理昨晚那个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的善良女孩。加油，一家7口你都送走了，别怕。瞬间，陈毅出现在了一张床前，身边正站着一道身影。没错，正是江婷婷。那么床上的人应该就是江婷婷妈妈了。但陈毅感受不到江婷婷身上看到一丝丝怨气。这不应该啊！你是谁？江婷婷你好，我是陈毅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你要怎样帮我？年薪30万，牛头马面让我去地府打工，却没想到我直接干成铁饭碗，因为我太不于优异。牛头马面直接将我踢进18层地狱。阴兵小鬼见了我这业绩都说我太卷了。你帮我？你要怎样帮我？我可以带你入梦。可是我自己就能给妈妈托梦呀。那你是因为刘雨欣没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所以不肯走吗？我并不怨恨他，我知道他当时是太害怕了。其实以前我和他关系很好的。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我只是放心不下我妈妈，她这辈子太苦了，我想多陪陪她。你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，阿姨也拥有了无数支持关心她的人，现在有了很多粉丝，大家都想为你们讨回公道的。我知道的，可是妈妈现在还是很痛苦。江婷婷，你也知道阿姨大部分痛苦都源自刘雨欣，要不我带你入刘雨欣的梦，去吓唬警告她一下。算了，她现在也不好过的。前几天我去看过了，她连门都不敢出，每天都会收到无数的谩骂指责。这都是刘雨欣应得的，她干的就不是人事。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你和网上的那些好心人一样，我真的很感激你们。妈妈没有放弃为我讨回公道，我想看到她成功的那天。江婷婷，我理解你想陪着妈妈的愿望，可是人鬼殊途，你总是这样待在她身边，不怕对她造成什么影响吗？鬼在人身边待久了，会影响活人的阳气，阳气一少，各种病痛都会找上门来。你真的想阿姨再遭这份罪吗？我知道了，让我去梦里和妈妈道个别吧。只见江婷婷轻轻挥了挥手，眼前的画面开始变换。妈妈，我要走了，以后不会再入梦来陪伴您了。妈妈，您放心好，接我的人说，坏人会得到报应的，我下辈子也会过得很好的。怎么抢我台词啊？妈妈，你以后要按时吃饭，好好睡觉哦，不要让我担心好吗？这辈子能做您的女儿，我很满足，只是可惜不能好好孝顺您了。好了，再哭就不美了，我的大美人，有您的爱，我走得很开心，并不是去受苦呀。告别之后，江婷婷挥手回到了床边，此时那道发光的门再次出现。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来，或许我不会放下。你这么聪慧，即使我不来，迟早也会想明白的。
江婷婷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害你的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，你信我。还有，下辈子别再做大好人了，自私一些好吗？知道了。江婷婷消失之后，她母亲流下了眼泪。保重。随后，陈毅摸了3下手腕上的红绳，回到了地府。刚回到地府，又是那2个熟悉的身影。老弟，又渡走了一个，你可真是有点本事。主要还是2位哥哥教的好，托你们的福。2位大哥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江婷婷下辈子怎么样呀？她呀，下辈子投身在一个大富大贵之家，好得很咧。马哥，你都不用看一下小本本吗？不用看，我们刚从孟婆那儿过来，看见她喝的孟婆汤，能不知道吗？对了，那姑娘投胎之前还夸了你呢，说你温柔又耐心，一点都不凶，和她预料的一点都不一样。嘿嘿。对了，之前说带你去18层地狱见见，现在走吧。陈毅赶紧站了起来，麻溜的跟在他们身后。随后幽暗看不见尽头之处，跟着牛头马面一直走，走进一片灰色迷雾。踏出迷雾，就被迎面而来的场景震撼。老弟，这就到了。门口还有上百名列队整齐手握长矛的阴兵把守。牛哥，需要这么多阴兵看守吗？老弟，你是不知道狱里的诸多手段，很多鬼根本受不住，会想方设法的逃出来。打开门的刹那间，一只长满长毛的绿鬼从里大门的缝隙里冲了出来，可惜他都来不及跨出门槛一步，就被门口守卫的阴兵一杆长矛挑穿了过来，然后又被阴兵像死狗一样拖了进去。陈毅刚踏进去，无数尖利的惨叫和呜呜的怪异声就在耳边响起。跟随着牛哥马哥的脚步，就看见一棵树上面都挂满了人。不用好奇，他们都是从拔舌狱受刑之后过来的，所以都没有舌头叫不出声。老刘，还是你舒服，我都想跟你换换了。你也就是口头说说，真要换你能乐意？你俩每天在外面见识人间百态，我们都快羡慕死了。凡在世时离间骨肉、挑唆父子、母女、兄弟姐妹、夫妻不和之人，死后入铁树地狱。原来如此，明白了。马哥，咱们去第4层吧，快天亮了。马头这才止住了话头，走了许久，才来到第4层。料了，生前巧言欺骗，拐卖妇女，偷窃儿童，致使许多家庭破裂，入18层地狱，刑期100年，不得减刑。冤枉啊！我在阳间可是个好人，连警局都没进过，怎么可能做这些坏事呢？哼，在你镜台前还敢撒谎！我呸！还不是他们自己愚蠢，怎么能怪我？我活着从没受过1天的罪，你们凭什么判我？满身鲜血的廖兰人由鬼差拖着，朝着他最后的归宿走去。由于时间有限，陈毅只来得及见识这4层地狱。天又亮了。咦，老妈今天咋没叫我起床吃饭？喂，陈先生您好，您购买的一些家具到了，请问现在在家吗？在的，你送过来吧。陈毅下楼，才发现老爸老妈都没在家，便去了厨房，发现老母亲给他留了早餐。还是老妈好。下午时分，老妈他们回来了。哎呀，这院子里是啥？家头进贼了吗？陈毅，一娃儿，你给我出来！这些怎么回事？你是要上天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买了张新床，放你们房间了，旧的就搬了出来。哎呀，你怎么又乱花钱？真是的，娃儿长大了，懂事了。唉，我这个儿啥子都好，就是不知道节约。前几天才拿了几千给我，现在又买床。唉，不得了不得了！我看你以后啊，有享不完的福了。我硬是羡慕死了，这陈毅人又好又孝顺，还赚得钱，一样就等到抱孙子就是了。看他们越扯越远，陈毅实在听不下去了，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，躺在床上继续睡了一会儿。晚饭时间，陈毅闻到一股菜香味，来到厨房。幺儿醒了，刚好开饭了。一如既往的，老妈又做了一大桌好吃的。吃完饭后，老母亲舍不得陈毅洗碗，便让他回了房间。陈毅也准备去上班了。希望今晚牛哥马哥得问一下他们张龙的事件怎么处理。陈毅刚出现在办公室，就发现牛哥在等他。咦，牛哥你也在，正好我找你有事。你的视线往后放一放，先跟我走，陆判大人要见你。啊，牛哥，陆判大人为啥要见我呀？咱先透个气，他找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呀？当然是好事，你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陈毅被牛哥拉到一座大殿前。你就是陈毅？我叫陈毅，白天是在工地搬砖的牛马，晚上却还要在地府和牛头马面做同事。只因我在地府工作太卖力，别的同事都说我太卷，非要把我当眼中钉。而就在刚刚，判官大人陆判召见了我，似乎是要奖励我。陆判大人好，小子正是陈毅。方得品之事你办得不错，托梦一事已被世人所知，使得他们对因果轮回更敬畏，也从此事得到诸多警醒。这都是小的分内工作，还得多谢陆判大人栽培。好了，你退下吧。退下，这就结束了。陈毅还在思考要不要说2句漂亮话，就被牛哥拉着朝外面走去。哎呀，这趟算是白来了。
啥也没捞着，就得个荣誉奖了。奖励之事，阿棒晚些时候会与你商议，安心便是。他能知道我的想法，完了，丢人丢到地底了。回到幽暗的办公位后，老弟，你这次可算是入了陆宽大人的眼了，前途无量啊！你虽然来了没几天，但解决的案子不少，赌的人也多，是个踏实做事的人才。牛哥，陆判大人是因为第4级方德品的案子见的我，这事的影响有这么大吗？含糊，这是在阳间引起的轰动很大，舆论也大，更别说还有许多人知道托梦一事。日后再有人想作恶之前，是不是也要掂量掂量自己逃不逃过审判？也是哈。对了，你的奖励陆判大人已经批了，一共是10万。10万？牛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不用太激动，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件事奖励你，也是嘉奖你办事勤勉，尽心尽责。那牛哥，我这奖励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是想随年终奖一起发，还是想现在就发？牛哥，要不就现在发吧？也行，那早上7点你家门口见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别，牛哥，我有一事请教。你说，我遇到个难缠的女鬼，怎么劝都不行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要不你试试渡人经？哈，我就对着她念经。对，反正你护身周保护，他暂时进不了你的身，你就一直念。要是还解决不了，就先放着，等着哥哥有空了再来帮你收拾。说完，牛哥就离开了。渡人经管用吗？陈毅刚想要拿起卷轴，还没来得及看，几个人影就从走了出来。来的人是3男1女。你们是谁？你就是陈毅。来者不善啊，好像是我先问吧。你们是谁？我们和你一样，都是阳间下来在这里做事的人。几位有何贵干呢？陈毅，我们都是在这里混饭吃的，你处理案子的速度太快了，让我们这些前辈很难做啊。搞半天是祖传搞事的，可惜啊，哥哥根本不吃这套。你们算哪门子的前辈，自己做事磨叽，怪我。既然拿了这份工资，我就一定会好好做事。陈毅，反正钱已经到手了，事情应付应付就行了，这么认真干嘛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吗？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也有错，麻烦你们不要在这里狗叫，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。那个身材强壮的男人就握着拳头走了过来，可陈毅早有准备，站起来把身后的椅子提起来，对着男人头上直接狠狠砸去。说不过就要动手，老子可不是好惹的。第一个上来的男人立刻就捂着脑袋。见状，矮胖男准备和另一男的一起上，可惜自己不会给他们联手的机会，一个箭步冲到矮胖男面前。老子想打你很久了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敬酒罚酒长啥样。几人见打不过陈毅，灰溜溜跑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哼，就你们那只怂样，还回来，脸都不要了是吧？陈毅看差不多快天亮了，便没有去找张萌。回了房间，想到牛哥约定的早上7点家门口见，陈毅赶紧快步走了出去。走到大门口，左看右看也没有牛哥的身影。难道牛哥给忘记了？陈毅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低头的一瞬间，发现脚边有个不大不小的黑色塑料袋，打开一看，满袋的粉色钞票。惊呆了老铁，还能这样操作？赶紧上下左右扫视了一圈，确定周围没人看见，将黑色塑料袋直接抱在怀里，火速跑回房间。清早8晨跑得飞快，偷牛去了吗？嘿嘿，好家伙，牛哥呀，牛哥，你也太强了，竟然直接送货上门，现实版社区送温暖啊！可是刚出去10大门口，地上明明没有东西啊，这钱又是从哪来的？陈毅把这10万块藏好后，打开手机学习了一下渡人经。老母亲的面已经煮好了，嗦完面，一娃儿，你张叔叔死了，我和你爸爸要去帮忙。啥？又死人了？妈，是不是小时候村官贪污了1万块，被张叔叔发现并举报了的那个张成叔叔啊？是啊，听说是摔死的，在自家门口摔了一跤，人就没了。你乖乖在家，等我们回来再说。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啊！陈毅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，就躺平开始买。晚上爸妈还没回来，陈毅也早早闭上了眼。幽暗的办公室里，陈毅坐在椅子上，马哥走了过来。今天这么早进来了？马哥，我过来就是问一下你有没有收服张萌。还没去，正准备去呢。对了，马哥，小弟有个疑问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老弟，金元宝我们哥俩已经收到了，你呀总是这么客气。哎呀，都是弟弟应该的，没有2位哥哥哪有我今天吗？就是我和牛哥约定的早上7点我家门口见，但是我没有看见他呀，而是凭空出现了1包钱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还以为什么大事，这个简单，老流氓别的事去了，给你送钱的施自然就交代给下面的去罢了。下面的就是五鬼，你应该听说过的五鬼运财。可是马哥，我当时并没有看到五鬼啊。憨货，五鬼好歹也是鹰将，他们想在你面前隐身，你怎么会看得到？哦，原来是隐身啊，难怪。还有问题吗？有，我能打听一个人吗？陈毅赶紧问了下张叔叔的事。不是意外，他确实是这个命数。你这个张叔叔生前可不是什么好人啊！啊，马哥，这话怎么说？
你这叔叔生前诬陷他人，造谣害人，现在正在拔舌地狱受苦呢。诬陷他人？难道小时候村里那个村官是被他陷害的？那行，我先去忙了，主要就是来看看你。好的，谢谢马哥了。马哥走了之后，陈毅也赶紧进入了工作中，手摸到李萌名字上。下一秒，陈毅就又出现在了那个出租屋中，入目还是一片浓厚的阴气。这次陈毅第一时间就抬头看向天花板。很好，不在上面。李萌，你在吗？正当陈毅以为李萌不在这里，准备撤退时，离他只有2米远的木床下，缓缓伸出来一只惨白的手。男人每做一次梦，灵魂就会来到地府给牛头马面打工，年薪30万。可他并不愿意，只因这份工作是非常人的工作，搞不好就真的会命丧于此。而就在刚刚，他就遇到了一个不愿意入地府去投胎的恶鬼。又整这死出，就不能正常出现吗？幸好之前牛哥带自己去过18层地狱，见识了很多鬼的惨样，不然非得被这个人吓得蹦起来不可。你竟然还敢来！李萌，你真的不愿意走吗？我就是不走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 OK， 很好，反正已经先礼，也不能怪自己后拼。随后，陈毅就开始大声的敲起了木鱼，房间里浓厚的阴气也开始慢慢消散。你在干什么？给我停下！嗨，这哪能随便停啊？会违反家规的。李萌的头发刚飞出来一半，就又慢慢缩短，变回了正常大小。突然出现了那道散发着白光的大门。好家伙，道爷出品，必属精品，这精牛逼呀！李萌最后看了这个房间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告别，转身朝着那道门走去了。跟在他身后的还有那道小小的身影。好在这玩意管用，给他渡走了。陈毅睁开眼，去厕所窝了个尿，回来时老妈已经把面煮好了。一娃儿，等下我们还要过去帮忙，你中午要不要去那边吃饭？妈，我小时候张叔叔举报了村里面的一个村官哈。对啊，啷个突然说起这个？当时这件事有没有其他的说法？比如那个村官其实是冤枉的。当时是有一些人说那个村官其实没贪，是你张成叔叔诬陷了村官，把村官赶走，然后捧了自家兄弟上位。果然啊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有当事人清楚了。妈，晚上我可能回来的晚一点，要和女同学吃饭。要的，你去就是，记得和女孩子吃饭，不要让女孩子付钱啊，注意风度。收拾好后，陈毅便出门去了饭店等张颖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有久等，我也才到一会儿。陈同学，你最近在做啥子哇？我在代练游戏，就是打游戏赚钱。打游戏这个赚得到钱吗？稳不稳定哦？稳定呀，这个月我已经赚了几万了。那还真是厉害哈！你手上怎么带着根红绳呀？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个红绳是朋友送的，说是可以辟邪，反正没事我就带着了。你一个男人竟然信这个？我以为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不会去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哼，张老师，有的东西不管你信不信，它确实存在。再说了，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你也不能不让别人信，这岂不是变成了法西斯？说完之后，两个人开始默不作声的干饭。陈毅意识到有些事情和自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，吃的差不多了。我去趟洗手间。路过一个角落，陈毅看见一个女孩，竟然发现有个阴气十足的小鬼挂在他小腿上。他喵的，大白天的见鬼了！难道是在阴间待久了的副作用？要不要告诉这个女生，她被小鬼缠上了？算了，万一把我当成神经病了，那才搞笑了。陈毅回到自己桌，刚好张颖也吃好了，便和她道别，各自回家。路过一家店的时候，陈毅竟然又看见之前那个女生，那只小鬼居然还跟着他。小鬼似乎感受到了被目光注视，冲着陈毅一顿龇牙咧嘴。于是陈毅决定帮他一把。等了大概几分钟，女生终于出来了。美女，麻烦等一下。你是在叫我？没错，就是喊你。美女，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吃不香睡不好，精神也很不振？帅哥，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高人？高人谈不上，就是看你印堂发黑，身边好像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提醒你一下。啊，不干净的东西，那怎么办呀？高人，你要帮我呀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，但是你可以告诉你家里人，让他们帮你找人解决。对啊，我给我爸爸妈妈说，他们肯定可以找到人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美女再见。帅哥，你等一下，我加你一个联系方式，以后好联系。好，今天多谢你了，有时间请你吃饭。好说，你早点回家去吧。分别后，陈毅也没心情闲逛了，打车回了家。回到家，陈毅躺在床上，自己暗恋这么多年的人，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再次睁开眼，又是熟悉的地府宫位。既然得不到爱情，那就得到金钱。来吧，打开文件夹，开始干活。顺着一排名字看下来，樊强强，2012年7月12日卒于晋省凤凰市，滞留人间，原因不详。
这时的陈毅还以为是桩普通案子，毫无防备的拿起通灵笔点了上去，却没想到8岁小男孩樊强强的生前记录将会让他一个小男孩平安诞生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可随着小男孩的长大，父母的感情却越来越差，直到最后离婚。很快，樊强强8岁了，父亲也再婚娶了个老婆，名叫朱红霞。可这个后妈脾气非常暴躁，人前和强强和睦相处，人后却非打即骂。樊强强对这个后妈很是惧怕，每次挨打也只敢忍着。画面开始变慢。7月12日，强强发现桌子上有鸡爪，便吃了几个。后妈朱红霞看到后脸色瞬间阴沉，直接从院子里拿来斧头，狠狠向强强的脑袋砸去。强强倒在了地板上，鲜血直流。最终，强强没有声音了，一条8岁的小生命就此终结。随即，朱红霞用菜刀在家里对孩子的尸体进行了分尸，她将其4肢斩断，丢弃在了2公里以外的荒郊野外，又将死者的躯干部位腰斩，藏进了自己卧室的衣柜里。其后家里已经开始散发出臭味，樊强强奶奶觉得媳妇举动可疑，这才在7月14日那天，循着臭味在家里各处翻找，最终找到了孙子的尸体。至此，一件后妈杀害分尸继子的惊天血案东窗事发，判处死刑。太残忍了！朱红霞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女人？因为几个鸡爪就把一个孩子活活砍死。放心吧，樊强强，死亡对他来说只是开始，地狱里会有无尽的酷刑等待着他。陈毅轻轻地把手放在樊强强的名字上。陈毅出现在了一个荒郊野地里，一个小小的人影正蹲在一棵树下。强强，哥哥，你认识我吗？是的，我认识你。你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冷吗？哥哥带你走好不好？哥哥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我带你去个温暖，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地方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后妈会打我的。强强别怕，那里没有后妈。哥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后妈可凶了，我跑不掉，她会砍我的，斧头一下一下的砍过来，太疼了，哥哥，我太疼了。强强别怕，坏后妈已经被警察叔叔抓去枪毙了，她再也不能打你了。真的吗？她真的被抓走了，不会再打我了？是的，谁也不能打你了。你愿意跟哥哥走吗？哥哥，我跟你走。散发着白光的门出现了，陈毅指着门的方向。强强，你走进这道门，里面很温暖，有很好的哥哥姐姐在等你。哥哥，我相信你，我听你的。看着强强小小身影完全消失，强强下辈子一定要做个幸福快乐的小孩啊！送走强强后，陈毅摸了摸手上的红绳，回到了房间。毅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我只是睡了一觉，灵魂就来到地府给牛头马面打工，年薪30万，做得好牛头马面还会给我各种奖励。而就在刚刚，一个漂亮女人被诡异缠上了，牛头马面大哥马上就叫我去帮忙。陈毅帅哥，我把被鬼缠上的事跟我爸妈说了，可是他们不信，怎么办啊？你救救我吧，家里人我是指望不上了，我只认识你一个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这女孩也太可爱了吧！行吧，帮帮她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我们约个地方见面说。好的，高人大哥，我们公园门口见吧。好的。陈毅刚到，就远远看见傅瑶瑶在门口东张西望，很着急的样子。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还是叫我名字好了，我真不是什么高人。叫我名字好像不太礼貌的样子，不如我喊你一哥吧。你也可以叫我瑶瑶，我家里人都这样叫我的。好的，瑶瑶。我跟他们说我最近不舒服，没精神，可能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。他们居然说我是玩手机玩多了才这样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先消消气，其实他们不信也是正常。对了，那个瑶瑶啊，那你记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顺利和不舒服的？好像是从我相亲之后开始的。他名字叫原野，在林业局上班的，但是看起来很花心，一看就是渣男，我不喜欢。渣男？瑶瑶是和那个男人相亲之后才被缠上的，莫非问题就出在这个原野身上？瑶瑶，你方不方便把这个原野约出来？我需要见见他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喂，原野，现在有时间来公园一趟吗？嘿嘿，有。等会我就装作路人，在旁边树林下休息，暗中观察。好的，一哥，你太机智了。之后，原野来了，陈毅坐在旁边，蹲着装作玩手机的样子。就在这时，一直跟在傅瑶瑶身边表情凶狠的小鬼突然变了副表情，很乖巧的样子看着男人，他好像很想靠近男人身边，但才刚一上前，就被一圈无形的屏障挡了回来。原来如此，小鬼是想跟着这个男人，但男人身上可能带着什么辟邪的东西，让小鬼无法近身。小鬼只能缠上了男人的相亲对象瑶瑶。这原野绝对是个渣男，小鬼应该就是他的小孩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活下来。很快，两个人就结束了谈话。等男人走远，彻底看不见之后，陈毅才走了过来。怎么样，一哥，有没有看出什么来？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你身边不干净的东西就是他带来的。哼，好啊，这狗东西竟然敢害我！那个东西原本是想跟着他的，但他身上有辟邪的东西，所以那东西转头缠上你了。这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若不冤呐。
冤，我知道你冤，你比窦娥还冤。瑶瑶，我现在准备把你身边不干净的东西送走，你不要发出声音，闭上眼睛就好。好。陈毅看了下周围，四下无人，正是强行送走的小鬼的好机会。不远处出现了那道发光的门，小鬼没有再看两人一眼，直接朝着那道门蹦蹦跳跳的过去了。可以了，一哥，我感觉到那东西不见了，我现在感觉好轻松啊，浑身都是劲。他确实走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那个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们各自回家吧。好的，一哥，我回去一定问清楚怎么把渣男介绍给我了。居然还把我们见面吃饭的钱都要 AA 之后要回去，这也太没风度了，怎么能这样？那我就先走了。瑶瑶，两人道别之后，陈毅回到家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睁开眼，又来到地府办公室，干活干活。李莲花，女，卒于2017年12月27日，滞留人间，原因不详。让我来看看，怎么个不详？一个女孩顺利出生，父母十分疼爱中长大，自由恋爱认识了后来的老公，夫妻和谐，生活美满。之后李莲花慢慢老去，日子依旧顺风顺水。2017年12月27日，李莲花和家人一起庆祝了自己85岁的生日，然后在睡梦中溘然长逝，直到画面消散。这样顺遂的一生，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幸福圆满、寿终正寝呀。他为啥不走呢？没有丝毫犹豫，陈毅直接把手指放在他名字上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一个农村小院。李莲花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？我是来带你走的人，你不应该滞留在这里。年轻人，不是我不想走，实在是家里有事情没交代清楚啊。那你给儿孙托个梦说清楚不就好了？我们家信奉道教，所以儿孙家里都供奉了神位，我实在是进不去啊。李莲花，我或许有办法能让你托梦，你愿意试试吗？好呀，好呀。陈毅拿出通灵笔，轻轻碰触到李莲花的额头，瞬间，两人就出现在了屋内。妈，我好想你。细妹子，等你醒了，把这里挖开，里面埋了个坛子，装着2根金条和一些首饰。妈，你在讲什么胡话？什么行不行的？坛子里的东西是我母亲传给我的，现在我传给你，我也好放心走了。金条和首饰，又是一个隐藏富婆呀，难怪她不愿意走。两人又聊了一会儿，李莲花才站起来离开，画面开始消散，陈毅和李莲花又回到了院外。谢谢你了，年轻人，走吧，去我该去的地方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那道门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李莲花回头看去，然后朝着大门从容地走了进去。目送他离开后，陈毅也回到了地府。来到地府以后，唯一一个无关谋财害命的案子，真好。陈毅感叹完后，放下通灵笔，回到了房间。又是傅瑶瑶，这大清早的，什么事啊？这是？一哥，不好意思哈，这么早就打扰你。我小姨出了点事，她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发烧，嘴里还一直说胡话。瑶瑶生病了就该去医院，这你找我也没用啊。去了，去医院打了针，但高烧还是不退，我觉得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。这世界上哪来这么多不干净的东西让人遇上啊？死了就会被收魂，遗漏的也会被查漏补缺。瑶瑶，我可以过来看看，但不保证100%能帮上忙哈。一哥，我相信你，你来了，我小姨肯定能好。陈毅抹了抹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水，挂断电话。被无条件信任的感觉，压力山大呀。陈毅立马起身出门，来到了他家。你好，你就是瑶瑶的朋友陈毅吧？快请坐。阿姨好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我们还是先去看看瑶瑶小姨怎么回事吧。好的，小陈，你跟我来。瑶瑶和她妈妈在前面带路，来到了一个房间，一进去就把陈毅吓了一跳。一个披着头发满身是血的女鬼正趴在床上。shit， 这大清早的，画面属实有点刺激。你看到了是不是？我没骗你吧？小陈，听瑶瑶说你懂一些那方面的事，麻烦你看一下我妹妹到底怎么了。满身是血的女鬼是以趴着的姿势压在瑶瑶小姨身上，看不清她的脸。小姨确实是被缠上了，是个女鬼，现在正趴在她身上。那小陈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要不我试试看？那就麻烦你了。阿姨，先提前说好哈，这事我不一定就能解决，只能说试试看。我明白，如果不成也不关你的事，我们再想办法就是。商量好之后，陈毅就让他们俩出去了，随后坐在床边的凳子上，看着还趴在床上的女鬼。那个小姐姐，你能不能先从她身上下来？男人每做一次梦，灵魂就会来到地府给牛头马面打工，只因他太能卷，卷到白天都能被鬼追着他。
而就在刚刚，一个女人被酒驾的汽车撞飞而亡，路过的行人不但不救助，反而对她指指点点。人群中只有一个女孩为她抱不平，可变成鬼的女孩不但不感激，反而还缠上了她，最终导致女人危在旦夕。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，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。如果是的话，这事我也就不管了。女鬼摇了摇头，然后从床上飘了下来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要缠着他？我被车撞死了，很多人对着我指指点点，只有他可怜我替我惋惜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就想跟在他身边。好家伙，人家可怜你，你倒好，直接缠着他害他生病。小姐姐，他替你惋惜，说明他是个善良的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人鬼殊途，你这样跟着他，只会让他生病难受。你是想害他吗？我没有想害他。天，小姐姐，既然你不想害他，那就去你该去的地方好不好？我该去哪啊？当然是地府了，你去了地府，才能再投胎做人呀。好，我去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散发着白光的门在他身后出现。你进去这道门就到了。女鬼看看床上的人，又看看大门，朝着大门飘去了。眼看马上就要进去，女鬼突然又停了下来。靠，不是后悔了吧？可不行这样的哈。谢你，还有他，等他醒了，替我说一声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害他生病。好的，你放心去。听到答复，女鬼这才踏进大门，而后消失不见。女鬼走了之后，床上的女人也开始恢复正常，事情完美解决。陈毅朝门外叫了一声：“阿姨，瑶瑶，可以了，你们进来吧。”真的退烧了，一哥真是太厉害了。小陈，那个东西走了吗？已经走了，阿姨，你不用害怕，他以后都不会再来了。那就好。小陈，你和瑶瑶去客厅坐嘛，吃点水果和零食，我在这里等他醒。陈毅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瑶瑶拉着走了出去。一出房间，瑶瑶就竖起了大拇指。一哥，你还说你不是高人，一出手就把我小姨救了，真是太酷了。误打误撞。之后小姨醒了，陈毅去了房间告知小姨，那个女鬼不是故意害他的。回到家，吃完午饭后，陈毅回到房间躺平，补个觉先，眼睛刚闭上一会儿，就感觉一阵幽光闪过，连忙睁开眼，一看，陈毅已然站在查查司门口了。我招啊，这大白天的，大中午咋到地府了？这也太莫名其妙了，之前从未发生过呀。不是自己来的，那就是被他们拉来的。拉自己过来干啥？加班吗？那得给加班费才行。正当陈毅站在查查司门口胡思乱想时，一个鬼差从里面走了出来。陈毅，愣着干什么？陆判大人传你进去。啊，陆判大人找我做什么？难道是贿赂牛头马面金元宝的事被发现了？别废话，赶紧上车。哎，鬼差大哥，你又换车了呀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21款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陈毅，可知本判唤你前来所为何事？小人不知道。方才日巡游过来禀报，你在阳间度化了一个跟在人身边的鬼魂。回陆判大人，是有这么回事？哦，那你且说说，日间并非你的工作时间，为何要做这些费力不讨的事？回大人，白天虽然不是我的工作时间，但既然看见这种影响世人正常生活的阴魂，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有句话说好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陈毅，你真的很不错，本判没看走眼。我再问你，你是如何将滞留人间的阴魂渡走的？回大人，我是用渡人经将他们渡化的。只是渡人经，没有使用别的法器。法器？什么法器？你们也没给过呀。那你渡人经念了多少遍将他们渡走的？1遍。你是说你就念了1遍渡人经，就将他们送到地府了？真是奇哉怪也！你一个肉体凡胎，不借助法器，只是念诵1遍渡人经，就能打开生门。陆判大人，什么是生门？是那道会发光的门吗？生亦是死，而死亦是新生。陈毅，本判赐你1枚玉佩，日后你若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，可来查查司寻我。你退下吧。玉佩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！陈毅再抬头看向上面，陆判大人已经消失了。咦，玉佩呢？陈毅，你东看西看的看什么呢？陆判大人让你退下，还不快走！催，这就走，真是讨厌！刚走出查查司的大门，背后突然被人重重一推，一阵失重感袭来。下一秒，猛地睁开眼，这时已经回到阳间了。哪个杀千刀的推了自己，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？吓老子一跳！还有陆判大人赐的玉佩还没拿到呢。
陈毅正在抱怨之时，发现脖子上好像多了个东西。嚯，玉佩还说晚上再去找陆盼要呢，结果人家直接给带上了。下午的时间，陈毅一直待在房间里打游戏。晚上，陈毅来到地府，像往常一样准备开始工作，可原本放在桌上的卷轴和通灵笔没了。哇靠，吃饭的家伙不见了！快速的在桌面翻找一通，依旧是没有。很快，陈毅想起上次3男1女被赶走时放的话。他喵的，敢偷老子的东西，我这次可不会再轻易的放过你们了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非要来。于是陈毅拿出陆盼大人给自己的玉佩，摸3下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了查查司。嗨，陆盼大人，我陈毅又来了。说吧，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倒也不算什么难事，是我的文件夹和通灵笔被偷了。哦，竟然敢在本判眼皮下面偷东西，有点意思。传夜巡游过来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于是陈毅老老实实的把3男1女曾想拉自己入伙，被自己拒绝并打了一顿的事情说清楚。本判还真没看出来，你这小胳膊小腿挺能打啊。之前跟着网上学了几招防身，正好就用上了。还没来得及和陆盼多聊上几句，一个老者就出现了。启禀陆盼大人，下官已查清，行窃者是3个阳间之人。随着老者手一挥，只见3个男人和一个鬼差来到了陈毅的办公桌前。为首的矮胖男在桌上翻找了一阵，最后拿着自己的文件夹通灵笔，与剩下的人扬长而去。随着画面消散，宽袍老者一个手势，4个人被鬼差压了上来。知道我为什么羁押你们吗？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，竟然不知道活人也能去地府兼职打工，年薪30万了。而眼前的男人就是被牛头马面叫下去打工的，可因为他太卷，一起下来打工的人都看不惯他。这不，事情马上就捅到了判官大人陆盼这里。判官大人，这3人伙同鬼差盗窃我的文件和通灵笔，还请您为小的做主。此事我已知晓，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判官大人，小的知错了，求求您饶了我们吧。行窃3人，打回阳间，磨除地府所有记忆，收回精髓所得俸禄，其罪死后再论。带入鬼差之法犯法，打入第9层，游过地狱。陆盼大人的话音刚落，4人就被鬼差压着消失不见了。夜巡游，你且去忙吧。陈毅，你也去吧。啊，这就走，不再多聊2句，不鼓励后辈了。陈毅还没回过神，突然后背传来一声大，陈毅一个踉跄，回到了办公室。好啊，我下次倒要好好看看是哪个不讲武德的死鬼搞偷袭。看来陆盼这条大腿以后得报警了，开始干活。陈毅拿起卷轴，李淑荣，女，2012年5月18日卒于蜀省京市。然后再拿起通灵笔，还是那个熟悉的流程。高中毕业的李淑荣找了一个推销清洁剂的工作。5月18日这天，她上门来到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头的家里推销产品。老头最终花了298元买下了清洁剂。收到钱之后，李淑荣就急着要走。老头察觉不对，连忙使用了下清洁剂，发现根本没用，感觉上当受骗的他便提出要退货退款。李淑荣也不愿意退货，一个想走，一个要拦。在阻拦的过程中，身强体壮的李淑荣一下子将老头撞倒在墙边。又痛又气的老头随手将电线绕在了李淑荣的脖子上，并用尽全力使劲拉扯。很快，李淑荣就停止了挣扎，没有了呼吸，一条人命因为298元终止了。随后，老头将尸体搬进卫生间，用菜刀把李淑荣肢解了，并将内脏冲进下水道，还用大肠、小肠制作了一道爆炒肥肠。而其他无法处理的肉块，老头则是藏了一部分到了洗衣机里，另外一部分扔到山上。时间来到5月20日，洗衣机里的尸块已经腐烂，发出阵阵难闻的恶臭。刚出门几天回来的女主人在洗衣机里发现了腐肉。杨元华，你在搞什么东西？那是偷来的猪肉，冰箱里放不下，才放洗衣机的。杨元华淡定地将肉块从洗衣机中掏出，装了满满3个大塑料袋。女人便打电话叫来自己的儿子和准儿媳，趁着夜色，3人拖着几大袋腐肉扔进了一条沟里。而这天楼下邻居发现自家厨房顶上渗出一些红色的血水，便报了警。随后警察在水管中拿出了10几块人肉，最终杨元华被抓，实行枪毙。画面逐渐消散，陈毅回到自己房间。李淑荣的怨气之深，恐怕很难对付啊！这是放到任何人身上，恐怕都得变成厉鬼。道爷保佑。喂，毅哥，今天来我家吃晚饭哦，我爸爸也在。啊，他爸爸也在，也就是说要和他爸妈一起吃饭，见家长，不至于吧？你上次答应过我的，不可以不来哦。傻，已经答应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，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好的，挂断电话，陈毅摸了摸额头并不存在的汗水。下午，陈毅提着东西来到了樊瑶瑶家。毅哥。陈毅是吧？请坐，我们家请你吃饭，你怎么还拿东西来了？太客气了。叔叔，哪有空手过来做客的道理？一点水果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听瑶瑶说，你帮了她一个大忙，算不上大忙，碰巧而已。昨天又救了瑶瑶小姨，年轻人，你有点本事在身上。别聊了，先吃饭吧。小陈啊，阿姨做的饭菜还合胃口吗？
阿姨，您这手艺比星级饭店做的好吃。小陈啊，你有考虑过换一份工作吗？叔叔，目前还没有。年轻人要多尝试一些其他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县政府信息科还差一个科员，你有兴趣吗？叔叔，我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，学历也只是个普通本科，符合条件吗？规矩都是次要的，人品才是关键的。谢谢叔叔，我愿意去试试。我也就是给你指条路，一切都得按流程来。你先去政府网站上报名，到时候会有人通知你笔试或面试的。谢谢叔叔。吃完饭后，瑶瑶爸爸便去书房看书了，而瑶瑶妈妈则是拉着陈毅在客厅闲聊，对他一顿猛夸。原本还是无业游民的陈毅，噌的一下变成预备公务员了，还成功收获了未来丈母娘的芳心。晚上8点，陈毅回到家，躺在床上。人生啊，就是这么处处充满惊喜。要是那天自己没有多管闲事，认识了瑶瑶，或许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上岸。虽然在地府兼职赚了一大笔钱，但这兼职能持续多久谁知道呢？而在政府上班，只要不犯什么大错，一辈子的饭碗稳了。陈毅在胡思乱想中睡着了，再次睁开眼，牛头马面正等着陈毅。嗨，牛哥、马哥，好久不见，你们终于来看我了。老弟，听说你最近表现很不错啊，没给哥哥丢脸。嘿嘿，弟弟哪敢呢？你小子真是怪，才来这儿多久，魂魄竟然到达普通鬼差的程度了，难怪能白日见鬼。难道你小子还真是天赋异禀，生来就适合在地府办事的？你这生辰八字也没什么特别的了。嘿嘿，两位老哥，你们在忙什么呀？方不方便给弟弟透露点？老弟，告诉你可以，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阳间要出大事了，最近很多人感染瘟疫，所以我们很忙。马哥，我咋没听说呀？不应该啊，这种是肯定有新闻的。这才刚开始，许多人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感冒发烧，等到后面会有很多人死去。没有解决办法吗？老弟啊，这不是我们能插手的事，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，回去之后多囤些药和吃食。陈毅还想再问些关于瘟疫方面的细节，但牛哥显然是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。牛头马面走之前再次叮嘱不能泄露瘟疫之事后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。还是先把这个案子给处理了吧。做完心理建设，陈毅才慢慢的把手放到李淑荣的名字上。下一秒，陈毅就出现在了一间卧室里。咋不是荒郊野外或者洗衣机里呢？但紧接着，眼前的一幕让陈毅。卧室的床上躺着一男一女，两人脸色灰白，而李淑荣就躺在其中一人的身上。估计要是陈毅再来晚几天，这两人可以直接开启新一轮投胎模式。李淑荣，你下来，我跟你聊聊。你是谁？跑这儿来多管闲事了？我是地府的人，你先下来，躺人身上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李淑荣慢悠悠的从床上下来。我就害人怎么了？那老头都被枪毙了，我只能找上他儿子，父债子偿呀。那个李大美女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哈。有句话叫人死债消，凶手杨元华已经死了，这也不关他儿子的事，对不对？不如我带你去投胎，重新开始美好人生。李淑荣嗖的一下飘到陈毅面前。人死债消，真的那么简单吗？要不你也给我死！我一个活人，竟被牛头马面抓去地府打工，年薪30万呢。可我并不愿意，只因这份工作是非常人的工作，搞不好真的会命丧于此。而就在刚刚，我就遇到一个被人杀害后知己的女鬼，这可要了我的老命啊！人死债消，真的能抵消吗？小哥，你说说，这债该怎么消呢？李美女，杨元华现在在18层地狱受着各种酷刑，他欠你正在还呢。但床上的2个人并没有害过你，他们是无辜的，对不对？无辜，我的尸体就是被他们扔在荒郊野外的。看在你叫我美女的份上，我不难为你。你走吧，别再出现了。其实你心里也明白，他们并不知情。你在这里待了那么久，他们2个也不好过，你也算出了口乐气了。不如去地府，可以亲自去看看凶手现在经历着什么，不是更好吗？真的，但我还是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们，他们得向我磕头赔罪，给我烧衣服元宝首饰才行。是，他们虽然不知情，但也确实抛了你的尸体，赔礼道歉是应该的。陈毅正拿出通灵笔，只见李淑荣挥了下手，下一秒，2人就一起出现在了杨元华儿子的梦境里。有鬼啊！你们跑什么？不关我们的事啊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人确实不是你们杀的，但尸体是你们抛的。李淑荣死的那样惨，所以一直怨气难消。但现在只要你们向他磕头赔罪，之后再烧些元宝首饰，他就放过你们。是我们家对不起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一定给您烧很多的东西，绝不会食言。行了，你们起来吧，记住你们答应过我的事，要是敢骗我，你们就等死吧。陈毅和李淑荣退出梦境，又回到了那个卧室。小哥，走吧，我倒要看看那老头是不是像你说的正在受尽折磨呢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散发着白光的生门出现了。
李淑荣，进入那道门就到地府了。你不和我一起去？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点事。希望你不是骗我，要不然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说完，李淑荣便朝着门走了进去。等她的身影完全消失后，当然不和你一起走了，你那是去投胎，我哪敢要。已经天亮了，陈毅已经回到房间。喂，是陈毅吗？我是张颖。那个，你朋友送你的红绳有用吗？我最近倒霉得很，人也提不起精神，还都3落4，去医院检查了，什么毛病也没有。所以你是想带红绳避避邪？我想试试。要不现在见个面，看看你什么情况，再找我朋友想想办法。好的。于是陈毅便来到了张颖的学校门口。此时张颖已经在那儿了，而陈毅清晰地看见一个老太太的魂魄正跟在他身边。老太太似乎察觉到了陈毅能看见她，还冲自己笑了一下。爷，笑得很好，下次别笑了。老同学，上次是我讲话过分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没事，张老师，说说你最近的情况吧。我最近总是睡不好，也提不起精神，还都3落4的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身边跟着个鬼，能睡得好才怪。张老师，你最近有去过什么地方吗？我最近没去哪，就前几天和朋友去爬山了，但是他们现在都一切正常啊。年轻人，小姑娘爬山的时候说了，她才不信这世上有鬼，否则怎么没让她遇见我呀？就勉为其难的跟她几天，也算给她点教训。你爬山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呀？我那天确实说了些话，但我就是随口说说的，没别的意思。可能你说的话得罪了一些存在，要不赔个礼道个歉试试？怎么事啊？年轻人，算你懂事。算了，他给我老婆子上2炷香也就算了。陈毅没有直接告诉张颖该怎么做，而是带着她去买了香和纸钱，然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烧掉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燃烧殆尽的纸钱下一秒就出现在老太太手，老太太也是个手快人，拿到东西就麻溜的走了。陈毅，我突然觉得好很多了。那就好，以后千万记得不要乱说话。陈毅，明天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不吃了，不用这么客气，都是老同学了，而且我明天也有事。说完，张颖便转身独自回了家。陈毅也拦了辆出租车准备回去，刚上车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瑶瑶，怎么了？毅哥，你在哪呀？我在中心路呢，正准备回去。好的，没事了，明天考试加油，挂了。小伙子，被查岗了。查啥子岗哦？就是朋友。你看看后视镜。陈毅朝后看去，瑶瑶的身影就在马路边上，随着出租车的离去变得越来越远。还好你刚才没扯谎，不然就完蛋了。咋感觉一股背着女朋友私会白月光被抓包里？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，陈毅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看书。明天笔试，可千万不能让瑶瑶失望啊！看着看着，陈毅就开始犯困了，再次睁眼，已经坐到桌前，打开卷轴，看看今天轮到谁了。方广之，女，2012年4月30日卒于勇士桥城，执念深重。拿起通灵笔，轻轻点在他的名字上。方广之独自一人拉扯2个儿子，2个儿子长大后也就把他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。一向勤劳的方广之早早起床出了家门去买菜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他没有选择走很长一段路去过红绿灯，而是从马路中间穿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疾驰的汽车冲了过来，将他撞飞。方广之躺在地上，很快车上的下来一个年轻小伙，抱起他就放在了后座上。过了10几分钟，方广之感觉到自己被人抱下车，正当他以为自己到了医院，而撞他的小伙子正在跑后又将他丢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方广之被痛得清醒过来，呼吸也变得十分困难。他拼命挣扎，将双手伸出泥土，想爬出来，但很快，68岁的方广之呼吸停止了，直到他死亡，双手还保持着伸出泥土的姿势。而那辆撞他的汽车就停在不远处，只是车里的人早就不见了。开车的人名叫陶静晶，当天他和女朋友在酒吧玩了个通宵，凌晨才开车回家。撞倒人后，本该将老人送医院抢救，但在将老人抱上车后，突然改变主意，最终不治身亡。做贼心虚的陶静晶便带着女朋友直接汽车跑路，以为出逃千里之外就可以逃脱罪行的一对情侣，最终还是落网了。画面消失。这特么是畜生啊！竟然把方老太活埋了。明明只是场交通事故，把老人家送去医院就好了，顶多赔点医药费。可这年轻人竟然如此丧心病狂啊！麻绳专挑细手段，厄运总找苦命人。陈毅直接将手指放在方广之的名字上，下一秒，陈毅就站在了一片荒滩之上，方广之就静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一动不动。老太太，你在这儿坐着干什么？我在等人，我在等那个撞我的小伙子。老太太，你等他干嘛呀？他早就死了。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这么多年都白等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周围的阴气瞬间变得浓烈，把他包围在里面，都看不清他的身影了。
年轻人，你知道18层地狱怎么去吗？我想去问问他，为什么要把我埋在这里？不是说好的带我去医院吗？我等了这么久，就是想听他亲口告诉我，不然我死不瞑目。老太太，这你放心，去了之后会有鬼差给你带路的，安心去就是。我要你带我去，我信你。那我哪都不去，我就一直待在这里。老婆子，我啊命苦啊，被人丢在这里等死，现在连想见凶手一面都见不到。好，我陪你去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们这就走吧。一瞬间，生门就出现在他身后。陈毅走到方广之身边，和他一起跨入了生门。走进生门之后，陈毅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散发着微黄光亮的房间。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，坐着2个鬼差，其中一个肥头大耳的在打瞌睡。啊，奇怪了，这么一下来2个，姓甚名谁，死于何年何日？他叫方广之，死于2012年4月30日。你呢？鬼差大哥，我是帮地府做事的，特意渡他过来。哦，活人呐，行了，这儿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吧。不好意思，鬼差大哥，我答应过他带他去见一个人，你看他方便吗？大胆，竟敢在我渡口闹事！他喵的，这是在商量吗？怎么就闹事了？我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活人说话了？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！年轻人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来了渡口还想回去？守卫速来，将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给我拿下！一瞬间，周围就涌出6、7个拿着棍棒的鬼差，把2人团团围住。好，一言不合就摇人是吧？以为谁也不会是的。且慢，我们都是为地府做事，你好歹也要问清前因后果，再做处置吧。我们谁跟你我们？我可是正经在地府当差，记录在册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或许你在阳间是个人物，可到了这儿，石龙你得盘着，石虎得给我握着。小小的差役，这气势比刘哥马哥都厉害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才是判官呢，难怪别人都说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徐主不是吧？你这样目中无人、蛮横霸道，就不怕陆判大人处置你吗？哟，你还知道陆判大人呢？像你这种小喽啰，这辈子怕都没机会见到他老人家，还妄想扯这虎皮做大旗。如果我能直接面见他老人家，再告你一状呢？哼，你要是能过了我这关，尽管去告就是。陈毅赶忙摸了3下脖子上的玉佩，消失在原地了。陈毅这时已然站在查司内堂。说吧，又遇到什么事了？别怕，陆判大人最是公平公正了。你小子少给我戴高帽，是不是在外面闯祸了？瞧您说的，我哪敢呀？不过小的确实是遇到点事了。方广之无辜惨死，想见一见凶手也在情理之中。去吧。对了，开我的车去吧。我勒个道，判官大人，你又换车了？这是我在瓜子2手车上买的21款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谢谢大人您的好意，但是没那么容易啊。我们刚到渡口就被围起来了，差点还挨顿毒打。幸亏有您给的玉佩，这才逃出来了。哼，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私自动刑？徐主簿啊，徐主簿，瞧好吧，我教你什么才叫人。是一位姓徐的主簿，我们刚到的时候他正在睡觉，可能是我们打扰到他睡觉了，所以才这么恼怒。来人，带渡口徐方斌过来。对了，徐主簿还说了，让我尽管来告，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的。很快，姓徐的就被押了过来。徐方斌，你今日可曾私自对堂中2人用刑？大人，小人冤枉，是这2人猖狂叫，目无法纪，小人这才让差役将他们拿下呀。谁知这2人不仅逃了，还跑到大人面前颠倒黑白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我操，这狗贼竟然倒打一耙！陆判大人拿起毛笔，对着徐主簿轻轻一点。本判倒要看看你2人谁在撒谎。下一秒，渡口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变成巨大的画面，在所有人面前展现。嚯，这笔好用啊，比自己那笔高端多了。很快，全过程就回放完毕了。来人，剥夺徐方斌主包之位，打入拔舌地狱，刀具地狱，刑期3年，刑满之后方可重入轮回。大人，求求您饶了我吧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徐胖子就这样被鬼差拖了出去。人已经处置了，这结果你可满意？大人的决定自然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，小的举双手，双脚赞同。行了，快带他去18层地狱吧，天快亮了。好的，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多谢大人的大恩大德。随后，陈毅他们便跟着鬼差大哥的脚步，2人穿过一阵迷雾，就到了18层地狱的第6重铜柱地狱。这里立着无数烧红的铜柱，每个铜柱上都有一个鬼魂，以抱的姿势抱着铜柱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肉味。是你？
是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一开始就想害我吗？还是后面改了主意？这些年我一直没去投胎，就是想找你当面问清楚。我一开始是想送你去医院的，后来我摸了你鼻息，以为你死了，才把你拉去埋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年轻人，我们走吧。就这样吗？你不再问问别的？就这样吧，我已经知道我想要的答案了。阿婆，对不起。之后，鬼差大哥带走了方广之，陈毅也瞬间回了卧室。公务员考试时间是上午8点半，这可不能迟到啊！陈毅带着要用到的东西就出门了。到达指定的考试地点后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坐好，准备考试。瑶瑶承不起我。陈毅走出考场后，陆陆续续有人从里面出来，甚至已经开始对了答案。哎，你第3道选择题选的什么？我选的 A， 好像选错了。当然是选 B 了，这么简单的题。嗨，好多题，还对什么答案？徒增烦恼。出来之后，陈毅找了家面馆吃面，给瑶瑶打了个电话报告他考完了。嘿，应该下午就会出成绩，到时候我告诉你哈。吃完面后，陈毅来到一家药店，最后走出药店的时候，他肩上扛了个大袋子，里面装着各种常用的药品，塞得满满当当。扛着这么大一袋东西，只能打车回家了。要是我自己也有一辆车就好了。回到家，陈毅刚把药藏在床下的储物柜，一回头，我操，这是什么时候招惹上的？直接到老巢找自己来了。一觉醒来，我床边多了个鬼，他说他是来给我送钱的。你不必害怕，我乃五鬼运财里长司，奉陆判大人致命运财而来。嗨，自己人，早说呀，吓我一跳。原来男人是被牛头马面带到地府工作的，年薪30万，但因为他工作太卖力，于是下面的领导又安排五鬼之一的张四给他送来奖金。你好，运财，运什么财啊？陆判大人赞你工作认真负责，还为地府拔出一个视为苏参的奸佞小人，特让我送来10万一试。啥？又来10万？老天爷啊！哦不，陆判大人啊，我可真是太爱你了，我要一辈子做您的狗腿子。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真是多谢陆判大人了。哇靠，他们就是这么运财的吗？这钱能用吗？财已运到，我就这回去复命。那些多谢张四大哥了，麻烦你专门跑一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你我乃是同僚，无需如此客气，再会。说完就直接原地消失了。陆判啊，陆判，您可真是个完美的领导，我刚决定买车前就送来了。陈毅躺在床上，美滋滋的打开软件，开始看车。吃完饭的时候，妈，你觉得我买辆车怎么样？买车好啊，有车是要方便些，想去哪就去哪。有没有想好买啥子车嘛？差好多钱你说就是。还没定下来，到时候再说嘛。应该不差钱，你们的钱自己留到用就是。净说些傻话，我们的以后不都是你的？吃完饭之后，陈毅回到房间。毅哥，你是笔试第1名哦。虽然知道自己肯定能过，但没想到居然拿了第1，爽！明天上午9点来单位面试哈，具体信息我待会儿发给你。好的，瑶瑶。挂断电话，陈毅看了几篇面试流程，这才放松下来。再次睁开，又该干活了。顺着上面的名字看下来，李明，男，2015年4月1日卒于魔都学区。通灵笔尖触碰到李明的名字上时，长大后的李明考上了魔都某医院工作。2011年，李明认识了同院的王林，两人在工作中互相产生好感，之后就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在一起幸福的同居几年后，两人决定结婚。可定下婚期之后，两人却常常因为琐事争吵，互不相让。原本女方母亲曾提出给李明购买一辆20万的汽车作为女方的陪嫁，但李明已经看上了一辆39万元的，不出意外，女方家里人肯定不同意。之后两家商量便取消了婚礼。婚礼取消的两人并没有分手，李明还是时常去王林的住处。不分手的同时，李明也开始和其他女孩子搞了暧昧，玩得不亦乐乎。2015年3月31日，李明照常留宿王林的住处，但被女友看到了手机上的暧昧信息，两人再次大吵一架。早上两人一起吃了饺子，李明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王林便将一支针筒扎进了李明的身体，失去理智的他杀掉李明之后，也想喝药自杀，结果买到了假药自杀未遂。最后王林被判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。这李明也真是，确定不结婚了就跟人家女孩子说清楚，好断了人家念头。你这既不结婚还住在一起，又跟别的女孩子搞暧昧，作死吗？不是，多少兄弟都还单着没谈过恋爱，你倒好，想一人占两，真是不知就不会死。陈毅将手轻轻放在李明的名字上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了他们生前居住的出租屋内。李明，你在这儿鬼哭狼嚎的干什么呢？关你屁事！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哦，所以你想取消婚期就取消，想搞暧昧就搞暧昧。只要我没结婚，我就是自由的，我想和谁好就和谁好。王林那个臭婊子凭什么害我？难怪我妈看不上他，我呸！真是不知悔改。你确实自由，但你和王林分手了吗？没分手，你瞎搞什么？他和你住在一起那么久，处处贴心照顾，你就算不想负责了，最起码该和他说清楚吧。好聚好散这4个字不知道吗？是他自己蠢，取消了婚约还要被我睡，关我屁事。
听到这里，陈毅实在是听不下去，也不想管这厮还有什么执念了，直接渡人经。生门出现后，李明也安安静静的走了进去。OK， 收工。陈毅摸了摸手上的红绳，回到了阳间，躺在床上。世上的男男女女，一旦发觉对方不是合适的人，都应该体体面面的分手，互不相欠，再去寻找下一个有缘人，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？吃完早饭后，陈毅换了一身帅气的衣服就出发了。毕竟是面试，还是要打扮打扮，穿搭也是一项加分题。陈毅到了县政府办公楼，找到指定楼层办公室，就走了进去。一进去就看见里面坐着3个气场强大的老师，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领导。3位老师好，我是1号考生。你的资料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开始吧。好的，老师。之后陈毅回答上了他们问的所有问题。可以了，你先回去吧，等待通知。陈毅走出政府大楼，然后直接打了个车，走进了一家车行。哇，新车就是好看。买不起就别摸，别把车给我们弄脏了。这位大姐，你从哪看出我买不起的？哼！这位美女，敢问你的月薪是多少？知道人晓得你只是个销售，要是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这店是你开的呢。这位帅哥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接下来由我来给你介绍车型，可以吗？行吧。帅哥，这款是我们的最新款，相比旧款做出了很多升级，你可以坐进去感受一下。大姐，我就要这款了，全款。好，帅哥，我马上为您安排。签完合同已经是下午了，陈毅就直接把他开了回去。一开始接待他的那个销售脸都绿了，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你好，是陈毅吗？是的，请问是哪位？我是人事处的，通知你面试通过了，接下来进入到体检环节，你需要去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，我到时候要进行公示的。好的，提车上岸，双喜临门。挂了电话后，一脚油门到了家。这是哪个的车？啷个停到我家门口来了？肯定是我们家的车撒。你去把车买了，好多钱买的，啷个不先说一声，我也好去帮你砍价呀？也不晓得有没有买贵。妈，车子是31万全款买的。我的乖乖哟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还要给你说的第2件事，我换工作了，要去县政府上班。我一玩这么厉害了，进政府上班了呀！今晚我把家里会下蛋的公鸡炖给你补补身体。说完，他便转身去抓鸡。吃完晚饭后，陈毅才回到房间躺下，立马就睡着了。再次睁开眼，已经在地府了。老弟来了，2位老哥，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了？别提了，刚开完会挨了顿臭骂。哈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他俩这身份也会挨骂。